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今年我的蘑菇棚秒变成为鱼苗棚了，主要原因是蘑菇种多了也吃不完，所以我今年只是简单种了几桶装蘑菇，另外也种了一点实验性质的袋装蘑菇。这是我在试种的灵芝，后面再给大家汇报。说实话，今年是我第一次做室内鱼苗，以前不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这冬天很短，夏天的温度来得比较早，不是太有必要做室内鱼苗。你看我们这明天后天的温度会有零下摄氏3度、6度，但是到了周末又是艳阳高照了，就是初夏的温度了。后面除了3月份偶尔出现的倒春寒以外，就不再有低温天气了。如果加上地膜覆盖，下个周末就可以在菜床直接播种鱼苗了。但是因为我今年的蘑菇棚空出来了，加上我们这有2种蔬菜是需要赶季节的，越早越好。一种是西红柿，西红柿如果超过华氏90度就停止授粉结果了。还有一种就是辣椒，如果按照自然温度播种，我要等很久才有新鲜辣椒吃。去年是6月1号才吃了第一次辣椒，着实让我等得很着急呀。所以今年西红柿、辣椒就成了我的优先事项了。现在所看见的这些西红柿、辣椒是1月13号播种的，比自然温度播种要提前45天左右。看看今年是否在5月1号就有新鲜辣椒吃。为什么不买辣椒吃呢？品种不一样，我这个是国内某农业大学培育的优良品种，所产的辣椒从幼嫩时一点不辣可以当蔬菜吃，到成熟时的辛辣、火辣，能满足你对辣椒的各种辣感追求。这种辣椒市面上没得卖。言归正传，下面就来说说我第一次室内鱼苗的经验和教训吧。先介绍一下鱼苗棚的硬件设备。首先是这个棚，这是我以前介绍过的蘑菇棚，它的长度和宽度大约是55英寸，不到5尺，高度是6尺，人可以走进去操作。这里有一个温度控制仪，温度设置在25摄氏度，给棚内提供增温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加热电风扇。这个架子呢是这个棚本身所带的，还算扎实。再就是光照，我所用的是这种 LED 全日照种植灯，就是这个牌子的，在 Amazon 上买的，买的人还不少，评分还可以，4.7，说是全光谱，适合从种子发芽到各个生长阶段，但是我发现它的短波段的光可能不够，结果可能导致徒长，这一点我后面再讲。然后鱼苗箔和鱼苗托盘，我这托盘就是餐馆废弃回收的铝盘，效果很好。鱼苗箔有2种，一种是从 Home Depot 买的可降解的箔子，移栽苗子时可以直接连同箔子一同移栽，不用把苗子从箔里倒出来。另一种是用过的泡沫杯，好处是不花钱。再来看看鱼苗的效果吧。今年第一次温室鱼苗，总体上我还算是比较满意的，苗子总体质量还行。我特别高兴的是能把生长季节提前1个多月，但是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有高脚苗的现象。你看这个辣椒、这个西红柿都有点徒长，它的茎秆有很长一段是没有叶片的，当然这个和品种也有关系。你看这个西红柿品种就没有高脚现象，不过还好了，我也不是那么担心这点高脚，因为移栽西红柿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一部分的茎秆栽到土壤里去，这一段的茎秆会长出新根，成为地下根系的一部分。对于辣椒的徒长，我也有办法，就是长到一定的高度之后，可以去芯打顶，控制它长高，并促使它发生车枝。这个现在已经可以打顶了。这一株呢是我前几天打顶过的，现在已经有车枝发生了。还有一个应对高脚苗的措施就是，当室外的温度不是太低，
比如10摄氏度以上，又有大太阳的时候，可以把它们搬出去晒太阳，接收紫外线，能有效防止土长苗。另外，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用的鱼苗土，就是鱼苗基质。我用的有2种鱼苗土，一种是原田土加稻壳，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配方吧。原田土的作用是提供比较全面的养分和适合小苗生长的基质，稻壳的作用是改善土壤结构，提高土壤的通气、透水性。因为是第一次鱼苗嘛，保险起见，我也用买的鱼苗土 Party Mix 做了对照，但我感觉 Party Mix 所鱼的苗好像没有我自己的配方好。这边的西红柿长得比较细小瘦弱，而这边的西红柿则高大壮实一些。这个对比在辣椒上面就更明显了。这些长在 Party Mix 上的辣椒有些生长不良，它们的茎秆细弱，叶片发黄。看看长在田园土上的辣椒，生长势要明显强得多。我都已经给它们打顶过一次了，还有这棵也是。我这个鱼苗棚呢，还可以用来做种子催芽，因为这里面是恒温环境，用2个豆腐盒给种子提供黑暗、保湿的环境就够了。我们打开看看，种子上面覆盖一层 paper towel， 加一薄层水，盖上盖子就行了。发芽之后播种到我的鱼苗钵里面。这一颗是南瓜子，这一颗是冬瓜子，都出芽了。这些是我2月10号又培育的第2波苗，因为有看见前面1月13号培育的西红柿、辣椒都不错。瞧，这苦瓜、南瓜和葫芦苗高久的现象也很明显。好啦，这就是我温室鱼苗的第1年。我知道这方面的专家很多，希望能得到同道的指点，特别是光照的问题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